挺高雅的作家啊。但我相信大仲马，任何什么时代都会有人继续去看基督山伯爵的故事那样一个关于爱情、关于背叛关于这种金钱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传奇，任何时候都会有人看。那么英国文学，那么大家讲到那种鼎鼎大名的《尤利西斯》可能现在还会有谁去看？除了文学院当中专业的研究者来说大家听说过《尤利西斯》这部作品吧？看来真的没人看詹姆斯·乔伊斯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但是无论到什么时候，我相信福尔摩斯、探案集、柯南道尔，那么一定会是怎么样这个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文学佳作所以我们大家看到金庸的小说同样也在此列，它构成了中国这个一代人、几代人的一种精神的世界同时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中国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价值和理想的追求所以我想问问刚才举手的同学同学们看过的金庸小说是哪一部我们大家来谈一谈你看过哪部金庸的小说？刚才举手的那么多同学呢能不能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过的是哪部金庸小说？刚刚那么多同学举手的呢能不能同学们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较喜欢看金庸先生的哪部小说？《射雕英雄传》很好也是我觉得最可能性最大的一个答案。我记得前2年，这位同学，其实我全都看过，全都看过。你知道我印象比较深的话，应该是《碧血剑》嘛，因为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看第1遍，然后我上初中以后我就看第2遍。那我第1遍看的时候，我其实更多接近一个就是看爽文的一个形态。你就觉得这个设定是有一种很爽文的感觉吗？就袁承志他年龄很小，然后书生又非常的很王道，然后又很爽文的那种展开，就不停的教训看不起自己的这个师兄师叔或者师侄这些。然后我第2次看的时候，我就更去注重他自己。袁承志他自己的心态上的一些转变，去感受他自己对家国情怀的那种挣扎的情感，就是我第2次看的时候就比较有感触的一个。哇，这个不错，非常好，非常好！没想到我同学们这个有一位金庸达人不算了，其实我好多年没看了，我已经忘了差不多。那么很好，非常好还有个同学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有哪部作品？《射雕英雄传》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说如果给同学们推荐一部入门的一开始接触金庸小说最好的一个入门作品，我觉得《射雕英雄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三观正这个故事线的这样一种大气磅礴家国情怀爱恨恩仇之间的交织，很好的一个这个接触金庸小说的窗口尤其是前2年，我觉得去年还是前年春节贺岁片的时候还上映过一部这个由当红小生主演的《射雕英雄传》的电影肖战主演铁血丹心当时我去电影院里面看的时候，大家都很欣慰，我说这么多年轻人爱看金庸的作品他们说不是我们是来看这个肖战然后我说肖战是谁？我说代沟太大了。所以大家看到我今天选择的这个题目飞雪连天射白鹿有没有同学知道下面是什么？对，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是金庸先生自己根据他的14部长篇作品
选择了每部作品的第一个字连缀成篇那么。那么，金庸先生的这个作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不仅仅是给大家介绍一些非常刺激这种武侠恩仇武功这个阴谋复仇的这些情节，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是金庸先生通过他的一种创作包括他这种文心勃发饱含情感的这样一个写作，给我们揭示的是一个时代它的一种文化的追求。那么王国维先生有句话大家听过王国维吧？这个跟金庸先生是老乡都是什么浙江海宁人。那金庸先生呢，大家是中文系的同学对他的一位表兄更加熟悉。金庸先生原名叫什么？张良珍。那么他的这位金庸先生的原名叫做查良镛，大家看到金庸就是拆成这个庸构成了他的笔名。他这位表兄呢叫查良铮，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著名的一位诗人，大家也是听说过他的名字，叫穆旦，他的笔名叫穆旦。有没有同学读过这个人的诗穆旦先生的诗曾经是这个高考的时候还考过呀穆旦先生的诗，冯至先生的小说那么这些新文学史上的人物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传统跟现代交辉的这样一种世界。那么王国维先生他有在《人间词话》当中有一句名言：此以境界境界为最上。大家听过这句话吗？此以境界为最上。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境界指的是艺术作品它塑造出的那种独特的艺术世界。那我们说这个艺术世界属于真实还是属于虚假，还是属于虚构？为什么王国维先生说此以境界为最上？很简单，因为艺术的这样一个世界非真非幻它只为自己而生。但是从这样一种艺术的境界当中它又可以揭示出现实、情感政治、道德的种种因素。我们把这样一种境界我们称之为诗境，或者说诗意。那么金庸先生也好大家想到像古代的荷马这样的大文学家也好，他们莎士比亚这样的戏剧家也好但是无一例外我们可以把他们统称为什么？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他们的作品我们如果我们可以追其人物我们可以赏其情节，那么更深一层我们可以追究其中的意境意境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的讲座呢我们就是要抛开那些武功的玄妙历史上的这些金庸小说当中历史上的那些公案我们谈一谈金庸小说到底给我们营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意境。
那么，金庸先生呢是中国武侠小说的这样一种大宗师啊。那么实际上，中国人讲这种侠的传统其来有自古已有之啊。早在这个《韩非子》当中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介绍春秋战国时期。那么当然了，这是作为一个反面的这样一种教材提出这样一个词汇的韩非子作为什么作为秦始皇的这个重要的这样一种幕僚他提出这个国家当中有5种人是国家的蛀虫无毒。对了，蛀虫5度度就是蛀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户枢不蠹那么所以其中首当其冲的2条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当时像这些文人墨客他们善于言辞，能言善辩尤其能够以文辞这个祸乱法律。那么侠以武犯禁呢，讲的是一些怎么样待见之事一言不合这个拔剑相向血溅五步，这些人是以武犯禁所以我们看到最早武侠的这样一种形象代表一种什么一方面代表一种这个社会的法外之徒，另外一方面呢，又代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些对于现存的秩序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这样一些耿介之士。那么后来呢，在这个《史记》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当中对于这些侠的行径都有着非常生动的一个记载大家看到这同时也揭示出中国历史上这些武艺高强的人有的人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有的人选择的是跟这个统治者合作去为统治者服务，借这样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生平的抱负和理想。比如说大家看到像《刺客列传》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些人荆轲专诸聂政这些人白虹贯日，那么血溅五步，非常壮烈的一个场面。那么也有一些人呢是怎么样我们所说的法外之徒游侠列传指的是什么？那些为下层民众这个从下层民众的利益出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其行必果，其言必行，己诺必成不爱其虚，复世之恶。那么这些人大家看到同样也是一个侠士的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一种特点就是他们既追求一种这个道德上的一种义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怎么样不问生死，不计利害，也一定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儒家的道德观当中所说的那个叫做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真正有道德的、有修养的人，凡事不应该问做不做得到、可不可能应该问什么？应不应该符不符合自己道德上的一种理想的追求？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家看到侠士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最为潇洒、最为超脱就像这个我们以前看《笑傲江湖》的主题曲一样天地飘飘，悠悠任逍遥的这种令狐冲那样潇洒的人。那么大家知道我说的令狐冲是金庸先生哪部小说的作品吗？《笑傲江湖》有同学看过吗？
令狐冲，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做过一个调查，这个你觉得金庸小说当中最伟大的英雄人物是谁？那么当时得票比较多的，像乔峰郭靖得票都很多的。但下一个问题，你最希望金庸小说当中哪个人当你的朋友？那么令狐冲得票是比较高的。当然还有一条是什么？你最希望金庸小说当中哪个男主角当你的男朋友？大家知道这一条谁得票最高吗？乔峰。女同学们读过金庸小说的可以投一下票杨过的得票率比较高这是我们大学的时候做过的一个调查。那么现在看起来大家的这个选择有可能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在侠的身上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恰好是这些侠士们的不幸有的时候要用生命去实现自己的选择，但是却是什么却也是他们最大的一种幸运。只有在这样一种矛盾的选择当中个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激情才能得到最大的一种彰显，同时也是这种文学作者文学家们最大的幸运。那么只有在冲突当中才能凸显出命运的一种高贵人选择的一种必然。那么歌德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德国的文学家歌德曾经评价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古典与现代精神的一种碰撞，最后结成了莎士比亚的天才。什么叫古典和现代的精神？歌德的文笔也是非常的优美雄辩的。歌德说，这莎士比亚这个天才，他就像一座天平一样，在他的人物天平这一端放了多少自由，就会在天平的另一端放上多少必然。在天平的这一端放上多少意愿，在另一端就会放上多少应当。那么金庸同样也是如此个人他在道德律令当中的一种意愿和他不得不做的这样一种选择之间形成的这种矛盾往往体现的是这些英雄人物他们超出常人的一种品质康德说过，一个人怎么样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能够守信诺。就像这里司马迁所说的在形容这些游侠们的这样一种行径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己诺必成不爱其虚。就像孟子所说的，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己息人跟禽兽有什么不同那么康德跟孟子他们的回答都是同样的，很简单，人有道德的义务要遵守，有不得不做的事情那么动物呢，它只有一种生存的本能，但是人会问，生存还是毁灭？下一句大家都知道吗？这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那么人会有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那么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金庸先生生活的那个古典与现代对峙的时代历史生活当中诸多的义务相对峙、相杂糅这是哲学家的不幸，你很难界定这样一种价值的序列，但是却是武士之大幸。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在选择当中用最大的这样一种生命的活力去凸显自己的尊严。那么义务、道德义务它不同于功利的计算。
就像这个儒家的道德所说的啊，这孔曰成人啊，孟曰取义啊，惟其义尽啊，所以仁至。金庸骨子里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儒家的知识分子。我们大家看到啊，他一生的这样一种经历啊，都是以一种入世的姿态啊去做这种兼济天下啊、参与现实的这样一种工作。无论是用笔去写作、办报纸、写社论啊，还是怎么样啊？到晚年的时候，大家看到他甚至参与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一个起草。我们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一国两制的这样一种法律有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章节，就是出自于金庸先生的一个观点金庸先生的建议。因为他在一国两制上的这样一种起草的贡献还获得了香港最高的荣衔大紫荆的勋章。那么我们大家想到这个金庸先生最早的这个人生的开端也是抱着这样一种儒家的情怀把他的这样一个现实当中儒家的追求和他的写作的生涯结合在了一起。那么我们大家看到金庸先生的第一部作品叫什么名字我这里列举出来了。金庸先生的第一部作品，我觉得大家照这个顺序去阅读金庸先生的小说也是很不错的第一部作品叫《书剑恩仇录》《书剑恩仇录》。那我们这里简单的做一下评价对他的这些作品那么书剑恩仇顾名思义讲的是书剑江山那么读书人和这个陈家洛突然之间怎么样卷入到这样一个政治当中的这种腥风血雨。那么金庸先生的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他跟他的好朋友梁羽生先生两个人比赛的一个作品。两个人有一天商量说当时两个人要办报纸，不如写一点武侠小说来吸引观众吸引读者。那么梁羽生先生呢率先的这个下笔不凡，他写了一部作品叫《龙虎斗精华》，有没有同学看过看过这部作品的人就称得上是地道的武侠小说迷了不得不说写的呢，我是看过写的一般尤其跟金庸金庸先生的作品相比。金庸先生不甘落后随之写出了这个《书剑恩仇录》。现在看到这部作品呢，大家能够感受到50年代金庸先生身上的什么那种从民国时代走出来的那种文脉的气息如果抛开这些男主角女主角他们生活在清代的这种历史背景，你会感觉到这些书籍这好像是54时候的新文学的那些创作。大家知道54时候这些新文学作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叫做什么？有没有同学知道？叫做革命加，有没有同学知道？革命加恋爱。当时54时候的那些男女主角54时候新文学的这些男女主角他们这个从事两样活动是杂糅在一起的。第一是革命，第二是在革命当中这个产生缔结的这种爱情，革命加恋爱。所以我们看到《书剑恩仇录》当中这些英雄人物英雄儿女也是一边搞着反清复明的斗争，一边怎么样这个风花雪月谈恋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陈家洛这样的男主角我们会觉得他有点像54时候的知识分子，非常的理想化，甚至有点软弱君子可欺之以方最后被这个乾隆骗得团团转自己怎么样这个革命没搞成还丢掉了自己挚爱的这个女朋友香香公主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这里面的男主角啊不是太讨人喜欢啊，同学们看了之后也会生闷气，怎么这么窝囊啊？但这本书好看在哪里呢？它非常像中国古典的那些传统的小说啊，像这个《七侠五义》，像《水浒传》，环环相扣啊。同时这个红花会的这些英雄人物啊，每个人性格都非常的鲜明，有点像《水浒传》里面的怎么样啊？《水浒传》里面走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形象，他身上的那种民间文学的色彩引人入胜非常的好读好看。那么第二部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碧血剑》了。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现在我们提到《碧血剑》，我还是觉得金庸先生在那里他的写作技艺还是不太成熟的。但是呢，从《碧血剑》当中可以非常鲜明的看到金庸先生很完整的政治观点。他的政治观点是怎么样的？这位看过2遍的同学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也不太能确定我到底了不了解，就感觉他有一点大汉子主义嘛，就从他《碧血剑》的主角选角就看得出来，他就很繁满，很反击。我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很好。我们大家发现前期金庸先生他确确实实有一种什么汉族主义的倾向，《书剑恩仇录》是很好看的一部作品，但是到现在我们大家发现已经很少有人再会提到改编《书剑恩仇录》到荧幕上去，改编成电影，改编成电视剧。大家想一想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其中的那种民族的情节有点太强烈、太鲜明了那么这个现在强调这样一种民族的统一这种国家的这样一种团结的时代，这样的作品呢实际上是不太再适合在这种荧幕上继续去改编上映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庸先生前期的这些作品好看，有民间中国传统的这样的色彩但是同时呢又有非常强烈的那种书剑江山的那种书生气这种知识分子去谈去论证要去这种搞什么书剑江山，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什么？只能是悲剧浩浩收，茫茫劫短歌中明月缺这香香公主这样的人就做了牺牲品。那么接下来这部作品《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先生的成名巨作如果大家要选一部作品去接触金庸先生的世界，那么这部作品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那么实际上这部作品最早在香港、在台湾发行的时候，并不叫《射雕英雄传》，它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知道？这部作品实际上最早并不叫《射雕英雄传》，它叫《大漠英雄传》。为什么会叫这种名字呢？大家会想到是不是郭靖早年的这样一种遭遇他在怎么样呢？在蒙古大漠那些地方长大这叫大漠英雄传。实际上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那出版物就要考虑什么？要考虑一个销量的问题首先你要销售才有利可图首先这个书不能作为禁书被禁毁了就完全怎么样完全失本了。但是像这样一个《射雕英雄传》最早在台湾这个台湾的出版部门看到这个“射雕”2个字那本能的就会觉得什么？这是一部大陆别有用心的搞统战的这样一种政治题材的作品一定不能在台湾加以出版。大家想想为什么？大家想想为什么？毛主席的一句诗毛主席的一句词：“成吉思汗，笔带天将，成吉思汗，怎么样此时弯弓射大雕。此时弯弓射大雕。大家看，射雕讲的是成吉思汗的故事，那个讲的是什么民族之间的这样一种
这个泯灭仇恨民族的统一，会不会是那种统战作品不行不行。所以金庸先生很机智，改成了大漠英雄传所以我们大家看到金庸先生的这样一种思路他在做一个前后的一种转变前期我们看到他讲书剑江山，知识分子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情操去对抗那种腐朽的堕落的那种统治者去对抗那种残暴的那种这个满清的统治。到了《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金庸先生的那句名言：“侠之大者不应该满足于打打杀杀这个血溅五步，侠之大者怎么样为国为民要像郭靖那样去践行这样一种为国为民的理念。”